最大间的我们就是放双人床，大个房间的衣柜。昨天台风假，全家人都在家里，大概煮了2餐。我们家冰箱里面已经没有菜了，所以我现在要去传统市场买菜。今天行程就是先去买菜，回来整理。那接下来和大家分享我们家3个小朋友房间的家具配置，有一些大家比较想了解的书桌，然后椅子、窗帘、床架还有床垫，就直接在这一集和大家分享了。我买了一把香菜，那这香菜没有很漂亮，老板算我10块。还有一些蔬菜，然后这个我有请老板帮我切，很新鲜。然后老板送我一些葱，买了2条节瓜，1根萝卜。接下来跟大家开箱我们家3个小朋友的房间。之前在旧家的时候，他们年纪比较小，然后加上房间数也不够，所以我是用一张单人床跟双人床弄成大通铺，让他们3个一起睡。那时候也给大家分享过。那搬过来这边之后呢，因为3间房间的坪数都不太一样，最大间的我们就是放双人床，因为大哥的个性比较大方，他会邀请兄弟来房间玩，所以我就让他睡比较大间的。二哥的个性他是比较希望有安全感一点，所以他自己是挑了小间的。他比较喜欢拥挤一点的感觉，他觉得这样比较有安全感。那小乖就是随便他都好。旧家小朋友的床垫也跟着搬过来，所以比较大间的我们就是放双人床，小乖就睡他原本的床。二哥这间就是在添购床。那我们主卧室呢，因为搬来这边之后，我老公就是过来跟我一起睡，所以我想说2个人睡一起就会互相干扰，所以我就想说那就新添购一张加大双人床。装潢一个新家有很多东西要决定，真的很烧脑，所以我就想说，那既然我们那2张床要搬过来，需要再添购的2张新床，我们就是在挑同样牌子。那之前是德瑞克的，那这次2边也是挑德瑞克的，因为小孩也睡的习惯，然后我自己跟我老公偶尔也会去他们房间躺，所以我们都是长期睡这个牌子。既然睡的习惯，就是一样在选择德瑞克的。先来和大家分享大哥的房间。那大哥的房间坪数比较大一点。我们为什么买这个床架？是因为那时候我们买沙发，那沙发就是
就是要杀价，他就希望我们再多挑其他的，所以我们就买了2张床架，就是小乖房间跟哥哥房间都是在传统家具行买。我们有问过设计师家具的长度，但就是弄错了。原本预计是这样子放的，头朝这边就放不下，只好放这个方向，不然那边的柜门会打不开。这个床架就刚好提到是传统家具行买的，它前面有床头柜可以收纳，那底下这边也有一些可以让小朋友收一些小东西的。原本我是不太喜欢这种东西，因为我觉得它只是堆杂物跟长灰尘而已。可是小孩很喜欢，他们就很喜欢再放一些闹钟啊、所以遥控器等等的。他们喜欢我就好吧，那就挑这个。这个床垫是从旧家搬过来的，然后大哥睡得很习惯，因为我们家大哥是比较怕热的，所以当初我就是帮他挑这个凉感面料的，就是你真的手去摸就很明显跟其他的材质，就是摸起来就是冰冰凉凉的，就是睡一整夜也不会觉得背很闷很热，所以他自己是睡得很喜欢。因为我老公也是同样怕热的体质，所以我们家主卧室也是挑这个凉感材质的。他这个床他们是说是属于比较硬一点的，我觉得它就是有支撑力，但是上面的软垫它睡起来一样就是很软很舒服。冬天比较怕冷的话，我们就可以换成绒毛材质的床包也可以。我们家主卧这一张就是同款，然后不同尺寸的。我老公睡这边，我睡这边。它的独立筒据说是一般独立筒的3倍，所以我老公在旁边翻身啊，或者是我半夜起来上厕所都不会影响到另外一半。有些人问我说，老公打呼怎么办？打呼真的是蛮无解的，那个声音就是唯一的解法就是我要比他早睡。之前刚结婚的时候买的床，就是它的边缘可能没有这个包边，所以坐下去的时候它这个都会很滑，非常滑。那最大的影响就是小朋友，那时候的小朋友就很容易，因为太软，这个地方太软没有支撑，然后就很容易滚下床。所以我觉得这个边缘有包边，然后有比较硬一点的还不错。我们这面墙跟隔壁房间是用衣柜去隔开，共用一张墙。这边的话是大哥房间的衣柜，那这个不同颜色的就是另外一间房间衣柜的背面，然后上面刚好是柱子，所以就是沿着柱子去做衣柜。我们家小孩房的家具几乎都是买现成家具，只有衣柜是做系统柜。衣柜我会用系统柜，是觉得它可以量身打造，然后依照你这个空间，其他东西你都有可能更换，随着你的年纪。但是衣柜这种东西，它就是你可以做顶天就做顶天。那之前有看过我们家其他开箱影片就知道，我们家的衣柜就是我都清一色挑一样的色系，所以每间房间看起来会差不多。这一间是小乖的房间，原本是打算床要靠窗户，但是担心小乖年纪比较小，然后加上那边的窗户就是比较大一点，我觉得比较危险，所以暂时我们就把床放这一面。风水来讲，床头对着门就是会睡得比较不好的。小乖个性就比较乐天，他好像也没什么影响。那之后想调整再调整吧，就是现在我就是为了安全为主，就是先让他睡这边，不然那个窗户我觉得比较危险一点。小乖的床架就是刚刚跟大家提到，就是买沙发的时候一起挑的，传统家具行买的。那它的颜色是有点花木色，颜色是蛮好看的，跟大哥房间是同一个款式，就是床尾跟床头都有收纳。小乖的床就是从旧家搬过来的，小乖之前的皮肤比较不好，所以我就帮他挑德瑞克的安心宝贝。安心宝贝它主打就是抗菌防螨，对于皮肤比较不好的小朋友来讲是一个很好的选择。旧家的床架是 IKEA 买的，它就是整个陷进去的，那加上床其实是有点重量，那每次要换床包的时候都觉得说要把它扛起来不是很好塞。我买床架的时候就是要挑这种比较平面的，平常换床包啊要拆床包会比较好用的。那它的弹感是比较偏硬一点，那主要是要帮助小朋友长期睡觉的时候那个脊椎可以自然的发展，所以很多家长会特别帮小朋友挑这种床，就是既可以防螨抗菌，然后对小朋友的脊椎生长也好。现在是要给小朋友睡的，边缘是防滑，所以坐到边缘的时候会感觉更有支撑力。就是小朋友睡这种床的话，比较不会一翻身然后就滚在地上。小朋友书桌3间房间都是挑一样款式的。那这个书桌其实是我舅家的电脑桌，这一整组都是IKEA 买的，桌子跟书架都是可以分开买的。这整组买下来价钱还蛮可爱的。这个是磁性的，然后它也可以当白板用，小朋友会用一些磁铁啊，也会在上面画画，然后玩游戏什么的。小朋友的椅子是 IKEA 的，它就是类似像电竞椅这样，你上面没有坐人的时候，你要去推。它轮胎是自动锁住的，所以就有点推不太动。如果坐下去有重量的时候，它才会顺滑。为了就是防止小朋友跌倒之类的，就是他们的一个安全装置。这可以弹，然后全部是白色的，这张还蛮漂亮的。这上面可以调整到底，坐到小孩长大应该都还可以用的一个椅子。这就是刚刚提到的我们共用墙壁，这边是小乖的衣柜，然后这边是大哥那边的衣柜。
来偷偷打开给你们看一下小乖的衣柜。小乖没什么衣服，居然有包饼干在那边。好，它就是一些玩具之类的。目前衣服就这2个抽屉，这边放夏季，那边放冬季。这边就是挂一些外套，也没有其他东西。然后上面呢是做拍拍手的，目前也还没有放东西。还是空的。陆续有收到几个讯息，在询问我们家窗帘的色号。3个小朋友的房间清一色都挑一样颜色。那我们家这是卷帘，有些人在问色号，但是我不知道这色号，因为这是我在窗帘店挑的，它不是连锁店那一种，所以我不晓得它的色号。但是你们可以参考一下这个颜色，大概就是有点米杏色，然后蛮耐看的，男生女生都可以用。它有一定的遮光效果，但是旁边还是会有透光出来，大概就像这样子。但是整间已经变得比较暗。好，接下来2个房间，2个房间就有不一样的家具了。这个家具是无印良品买的。其实无印良品的床架蛮好看的，价格买起来也跟传统家具行差不多。那早知道我全部都是买这个，但是那时候我比较考虑的一点就是它的尺寸跟我们台规比较好一点的床不合。你买无印良品的床架就得买他们家的床垫比较适合，但是我又想说他们家床垫好像还好，我还是比较想要挑正统一点，然后比较好睡一点的床给小孩，所以会有一节多出来的。其实没关系，之后可以调整，就床头的地方再塞一个薄一点的枕头，把它推出来一点就可以了，就是还是有解决方式。2个房间的话，跟小乖一样都是安心宝贝，因为这间房间的日晒比较没有这么充足，然后我想说，那这边就是帮他调比较防螨抗菌一点的床会比较好一点，比较不容易滋生一些尘螨之类的。无印良品的床你可以买这种配件，这个我买了2组，一个放主卧室，一个放这边。无印良品的床架底下是镂空的，这个高度是有分，你可以挑短一点，它整个床就会比较低，然后我这个是挑比较高一点的。底下这个抽屉配件呢都是可以单独买的，然后我这个那时候加了2组，一组是放在主卧室，然后一组放在这边。我觉得如果之后有需要的话，还可以再买，先买这2个。那底下会有轮胎，所以可以把它拖动出来，底下的空间你也可以利用起来。这个床头是另外加的，你要加也可以，不加也可以。那我主卧那边我们的装潢有做床头架，所以我主卧那张床我就没有再加这个。2哥这边床是我帮他加，无印良品的床就是比较简单简约，然后整个氛围都是比较日系一点。2哥的书桌他自己挑这个颜色，那为什么书架是白色？就是他们好像没有一样的颜色，只能挑白色，就比较不搭嘎。但没办法，他就只有这个白色的。2哥的椅子也是在 IKEA 买的，这张蛮漂亮的，然后比较小一点。小乖那一间是比较高一点，它有个头靠。2哥这个比较小一点，其实放这间房间是比较刚好的，一样坐下去它才能滚动。平常如果没有坐人，它没有重量的话，它是有点不太好推。原本这间房间我是打算买现成衣柜，那后来为什么又做呢？是因为如果你买现成衣柜的话，它这边的开关就变成只能设置在墙面，那就没有那么刚好，变成会多一块麒麟角出来，然后整空间利用率就很低。想说好吧，那既然要做，就一起把它做起来。对于一个男生来讲，其实这种衣柜就还蛮够用的。这一次冷气的室内机我们装了2个牌子，我们都是装比较省电的。那比较省电，听说就是2个牌子，一个是日立，一个是大金。这2个牌子呢，我觉得外形我比较喜欢大金的，因为大金看起来就是真的很简约、很漂亮。这个就是会多一条银色的，就感觉上没有这么利落。大金的遥控器也比较漂亮。好，那主卧是双人加大。那个时候师傅搬来的时候，我有点担心会不会我们家的电梯进不去。就他说这种床垫它都是可以折的，就是稍微折一下，然后塞进电梯里面就可以把它运上来，就是一个觉得蛮有趣的经验，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边的排骨是我之前已经汆烫过，分装冷冻成一份一份的，直接丢下去就好了。姜的部分还有萝卜一起下去，那玉米我待会最晚再放好了。这次是用焖烧锅，所以我料可以分开放。那如果是用快锅的话，就比较麻烦一点，就会全部干脆一起丢进去。我今天去菜市场，在猪肉摊买了这个老板灌好的香肠。据说是早上才灌的，我觉得猪肉摊的香肠还是比较好吃，比大卖场盒装那种还好吃。好，同一摊我还买了纸排，如果想跟老板说你们要什么排骨，都跟他说纸排，老板就知道了。这我晚一点再处理。香肠已经很油了，就不用再喷油。中间我会打开来再翻面一下。这个待会我们还要上下层交换一下，结果在上层起司才有办法把它烤得焦焦的。节瓜会比较快好。那如果你懒得洗盘子的话，你也可以直接这样上桌就好了。哇，这个会出蛮多油的。2道菜用气炸锅，然后可以同时完成，一个汤一个菜，菜是快炒，洗切炒就可以上桌。然后汤用焖烧锅，那焖烧锅的话就比较省能源。IH 炉是用电的嘛，这样子我会觉得比较省能源。